好久都没有吃这个猪腰子了。今天买了3个猪腰子，还买了一点韭菜。我们来做一个韭菜腰丝，特别的好吃。先把韭菜理一下，这下面黄叶子也不要啊。丢入清水中清洗干净。其实种韭菜是挺划算的，割了一茬又一茬。它比种其他的蔬菜的话成本要低哦，并且卖的也比较贵，这种韭菜都是2、3块钱一斤。现在来处理猪腰，从中间把它片开。首先要把猪腰表皮的这层筋膜撕掉，因为它是挨在猪油上面的。然后这样子一撕就下来了。从里面下刀，把这个腰臊片来不要。这样子一块猪腰就处理好了，是不是特别的干净？处理干净的猪腰再冲洗一下，然后切成丝。切丝只需要从中间片一下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简单。这个其实比切腰花还要简单很多。加入1勺盐，啤酒半瓶，下手抓匀，先让它泡个10来分钟，这样子才能有效的去除猪腰的骚味。洗净的韭菜切成长一点的节，再来准备上一点姜、葱、蒜末，先配一下再剁碎。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做好了，我们先聊会儿闲话再吵。我有一个问题一直解不开，就是那个某低筹还有某松筹那种筹款的平台嘛，他们是靠什么东西在盈利啊？我感觉这个东西越做越假了，很多那些小康家庭啊，一生了一滴点病就在筹款了，好像都自己不用承担责任一样的了，全部把责任就推给了社会一样的。真的，我看起来好假。听说都要上市了，这个他们怎么盈利的？他们又不从中间抽起钱还能盈利啊？反正现在我看到这个东西的话，真的是避而远之，避而远之。泡好的腰丝再冲洗一下，重新加点盐、胡椒、高度焙酒，码匀即可。锅内水开，下入韭菜，先焯一下水，来上2滴油。焯开后用漏瓢先给它漏出来垫底，将就这个水下入码好的腰丝，把这些浮沫都打掉。这个腰丝焯开用漏瓢漏出来，舀在打底的这个韭菜上面。另起锅来上一点红油，用红油炒出来的话颜色更好看，并且味道更香。下入准备好的姜、葱、蒜末。四川豆瓣1点点，炒香出色后来一点允川豆豉，刀口辣椒面，烹入一点剩下的啤酒，调味鳖糖、毛毛盐、胡椒、酱油，陈醋会稍微多一点点，增加一个酸的口感，蚝油，用小火熬煮2分钟，把味道全部熬来融合一下。现在转大火，用水淀粉挂一个薄芡，芡汁收紧过后关火出锅，淋在装好碗的腰丝上面，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再来点耀耀的香菜，点缀一哈，美味继承。吃之前记住一定要给它焯转才有味道。非常好吃的韭菜腰丝就做好了，真的做出来的腰丝脆润爽口，韭菜是鲜香可口，整道菜的味型是家常，带着一点香辣，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过瘾下饭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哎，你把这个放到我面前什么意思？你喜欢吃的吗？你不喜欢吃吗？我不喜欢吃。吃点韭菜，蔬菜，绿色的。好不好吃吗？啊，对。
所以要点赞就点高一点，啊！我不想和你两个玩了。韭菜好吃，腰子好吃。今天的是3个小腰子，以前我都是买2个大腰子，3个腰子23块钱。小的更好吃吗？大的吗？都一样的，都是腰子味。这样子做出来真的是没什么那个腰子的膻味。你应该整个的吃。中间那个烧稠得很，中间那个腰臊。整个的吃效果更佳。你在吃啥子东西哦？吃腰子，嘎？咋了？我不知道腰丝是加了韭菜吃，吃的好香哦。我吃啥都香，吃嘛香，我又不挑食，对吧？妈妈呀，那你们喜欢这个当然加食了。这猪腰是谁喜欢吃的？他喜欢吃的。对。你爸爸喜欢吃的。今天打整了一只土鸭子，这只鸭子一共是81块钱。今天先吃一半，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经典的宴席菜。这个鸭子身上的毛，说老实话，有一点多，我圈了好久都圈不干净，只有等一会儿吃的时候有毛的地方皮不要了。今天就先宰一半下来，剩下的一半我们拿来做紫姜爆鸭。先把翅管跟脚杆宰下来，宰好的鸭子下入锅中先煮一下，加入一点姜葱、料酒、香料，准备一点这个海鲜，裹起来切成丝。可以用干的海鲜提前泡发，我这个是延庆的。烧开后用勺子把边上这些浮沫打掉。来几块干花椒，转小火先煮半个小时。海鲜也单独焯一下水，去除它的寒味。泡菜罐子里面摸上一点泡萝卜，这个巴适噻。大家如果没有泡的朋友，可以买一点现成的，扛起来。这个罐子里面来一点泡姜，青花亮色的，好大一坨。泡的萝卜切成小条。喜欢吃辣椒的朋友还可以放一点泡辣椒，最近我的确不想吃这个辣椒了。再给它放入一点姜片和葱节一起，这个萝卜泡在里面粉粉的，真的好漂亮好漂亮。鸭子也已经煮好了，把它露出来晾凉。锅内来一点点油，下入姜葱还有泡萝卜，给它煸炒一下。稍有煸炒后，把刚才煮鸭子这个汤给它过滤一下。烧开后，先把这旁边的这些油全部打掉，转小火熬煮15分钟。鸭子稍有冷却后，来切一下，还没有熟透的。宰的时候，这些乱七八糟的再来扣到一边。这种比较好一点的肉，再来摆盘，整齐的码在碗底。剩下的肉就随便放了。熬好的这个汤调一点点底盐、胡椒粉，这个盐不要放太多了，因为海鲜是寒的。关火出锅，舀在鸭子上，把海鲜也放到上面。这一盆就有点扎实了，满满的一盆。装好盘的鸭子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中火蒸1个半小时就可以了。终于可以休息哈哈了。每天都是感觉好累，不是累就是累。这个一天到黑就是什么假传奇广告，真传奇我也不玩了，就是因为传奇这个游戏害得我读书都没读成，要不然的话我肯定是个大学毕业嘞。看看小姐姐慢摇，
刷还是视频水，反正时间长嘛，没事没事。听到这首歌，你们懂得起来？刚才慌着看小姐姐去了，这个锅都烧糊了，老板知道了肯定要挨骂。时间是真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把它取出来。这个水是我刚刚才加进去的，烧黑了，下次不要干这样子的事情了。把这个汤避回锅中继续烧起，扣一个碗在压子上面，给它翻过来，把这个碗取掉，漂亮吧？现在把烧开的汤给它淋进去，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针对到了猪，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有2件事情都比较误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牌误事，很误事，很误事。第二件事情就是玩手机误事。吸取今天的教训，以后不能这样子玩了。特别是在使用高压锅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严格按照那个产品的说明来使用，并且水要加够。庆幸的是，今天我不是用的高压锅，幸好我今天用的普通的汤锅蒸。哇，好鲜，真的好鲜。我先给大家说好啊，你们不要去给老板说我把这个锅烧糊了。我等一下洗一下，看洗不洗得干净。哇，什么东西？这个萝卜这么好吃？哇，这个萝卜比鸭子肉都好吃。没有放辣椒，纯正的酸味和鲜味。这个海鲜的口感也比不上萝卜。现在的川式宴席上面基本上没有这道菜了，还是以前的老川菜好吃。然后川菜也是没有辣椒的吧？9碗蒸菜里面没有1碗是辣的，只有一个清蒸捆鱼，都是放点豆瓣，只是家常味，其余的菜基本上辣椒都看不到一点。其实鱼胗子的话，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？无鸡不鲜，无鸭不香，无肘不浓，还有一个是无肚不白。就是说这个鸭子很香，鸡肉的是话是比较鲜的。等一会儿我一定要喝这个汤，这个汤真的是太巴适了。这瓶饮料喝下去肚子都胀得饱饱的，还喝汤。